全部人就以为我在耍大牌了，那种压力跟所谓的高处不胜寒。那时候真的是没有那个 level 跟那个身份去拿这样的奖项，说不对的。成也头发，败也是头发。因为这把秀发让我红了，你把我剪掉 ？No， 讲真的，我们这个年纪轮戏还好看吗？其实挺恶心的。全听你说。行云流水，演戏融入生活，生活融入到演戏当中了。这个就是现在汉伟的一个状态了吗？我很不能够接受一些演员在拍睡觉戏的时候还有 mascara 的，有口红、头发 set 到美美的东西。我躺上去看旁边，我说我没有办法跟你睡在一起。我会建议让女艺人把妆卸掉。然后我也看到一些艺人做家务、拍家务的戏扫地会笑的，因为好看吗？哪里有人笑的？你做家务那个样子是做嘛？那个嘴都什么样子都有的吗？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的嘞。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接受人家哭那个眼泪不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怕人家看不到眼泪嘛。还鼻涕在那边摇啊摇啊摇啊摇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有些演员的鼻涕在那边，而且很多时候哭在很 close 的人的面前，可能还会哭给你看，在不熟的面前，很多时候都不会给你看。快点擦，对，哎，真的嘞，不会给你看。把演员很多时候就是怕人家看不到，那个眼泪已经流到这边流到流，差不多流到脚底，你都不要骂的。我真的受不了。我不能，我就觉得不够真实而且跟爸爸妈妈讲话很少看爸爸妈妈的脸，明显的越熟的人等等，爸懂了，知道了 ，OK， 知道了。也是因为你要演乖乖孩子，爸，您放心，你不要担心，有我在，你不用怕，爸，你想太多了，爸。哇，我演他爸，我跟你讲，爸过去。I mean， 不是说他们这样的表演是错的，对，但是这个就是我已经犯过的错误。是。然后我在看说，Oh my god， 就是真的是在演戏而演。所以我现在尽量做比较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表演。然后我发现到，当你用这种比较真实的表演说，对方会被你带进去的嘞，他也会变得很自然的。我刚刚拍完的一部戏就是《Super Daddy》，包勋平演我的儿子，他可以演戏的一个料子。他也是会主持的，他演的不错的。我发现他开始讲的时候，他很 proper 的跟台词讲，我 feel 不到他是我的儿子，不真实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我用的台词是不太一样的，我的是比较像爸爸跟孩子讲话。然后我发现我用了很自然的东西去跟他表演说，他也被我拉进去，他变得超自然的。他突然间加一些有的没的那种很生活化、年轻人会讲的东西跟动作，这样，砰，gang，突然演完这场戏，我就我很喜欢呢。他说我也 feel 到很舒服所以我觉得他是我一个找到相当不错的一个对手。还有所有的青苹果奖都跟你演过戏，都得到奖，也可能是运气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教导啊。我曾经试过有一个是戏里面 suppose 我跟他不是很合得来的，但我跟 crew 全部闹在一起玩。到他的时候我就不讲话，他感觉自然而然就觉得他好像不是很喜欢我，人不喜欢我，他自然而然他做的时候也可能不喜欢我，也不喜欢你咯。他演的时候特别舒服，因为这样子他拿我很开心。过后我跟他讲，不好意思，我这样放，他有笑，然后他讲 OK， 他明白，小孩子他也不懂为什么这样做了。然后现在刚刚要拍的长篇剧，要演我一个年轻的嘞，就是演我17岁的，我还跟他坐下来谈要怎么，因为我觉得你要演我，我要有你的影子，你要有我的影子，我们要像人家观众看了才有一个灵。因为我觉得演员最可怕的一样东西只演自己的戏，演好就好了，我管你哭不哭，我演了我哭了，到给你的戏我就随便乱给，一边吃一边剪，我觉得不可以。那你目前以现在汉伟来讲，你最欣赏的演员是谁？不要说欣赏的，觉得我演得很舒服，而且我觉得，就是会接球跟丢球的演员，瑞恩是其中一个。我跟你讲，他范文芳，Rebecca 啦，还有谁啊？鄙人之下，都是非常准时来到现场台词是 NG 次数是少之又少的，他们非常的专业的，而且他们在拍的时候，不管多累，永远看不到他们累的表情的，看不到的。钟情你跟他合作过吗？对碰，他演过我的邻居，然后他是跟我不合的。觉得他回来主持会比较好吗？我们现在这里很缺人，你可以给他一点钟。我们那边也像他这个年纪的演员也不多然后又肯演、肯专业去做的也不多。又能演又不 NG，他也很专业。我讲一些比较刁钻一点的，叫郭亮回来，你觉得怎样？
他就一直去报新闻，然后又去演戏，我就觉得是报新闻的人在演戏，然后演戏的人跑来主持，我都搞不懂他。因为可能是全方位，就好像我这样，人家也会觉得哎，还是回去演戏好一点啦。啊，主持可能还不是我的那个。哦，主持你真的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威胁。我跟你讲，主持人最重要是要有自己的风格，自己的板凳。我主持就是做真当没有，就是很可怕的喽。去年呢，你入围是我最提心吊胆的一次。我入围什么了？哦，老友出走，那个不可以啦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告诉所有主持界跟所有观众朋友，就是主持人要红不一定是要语文能力很强，最重要的是他的反应要对，反应要真诚，然后自我风采要出来，不能演。对，自己的 style。不，最重要的是《老友出走记》，这个还是你自己去 pitching 的来。但是功劳绝对不是我，因为整个构思、整个 idea 都不是我的嘛，是他们的。你还有触动到很大的关系，是因为你会自己去邀艺人朋友，也要靠你的面子。也还有我也有收照片，我记得我培训的时候好像还有收照片，收一些东西给他们看，好像有啊，我有做的，就是我的资料给他们看到，有用，因为有时候用嘴巴讲没有用的，你要视觉上看到、听到。跟感受到，所以综艺组你就这样跨刀来了，而且我真的是觉得最强劲的对手，第一自然，第二不造作，第三你不需要去包装，没有你主持真的是真我风采出来。我 或者是这样，就好像我之前刚做完的那个加减乘除，我觉得开始找我做的时候，我是有点小小排斥，因为我们怕脏。但是你的火爆脾气也在那边出来了，他们剪掉很多了。然后你去讲人家，去教人家，可以这样子。18年那个灰尘，18年都在那边，你抹过去，哇，真的是比你的妆还要厚哎！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哎，我是真的是那个情绪带进去的。你觉得主持对你来讲最危险、会泄露或不好的地方会是哪里？就是跟煮有关系的。第一，我不会煮，我也不是一个很爱吃人，我不是个吃货。然后我的词又穷，整天只会讲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，口感好，咬劲好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最可怕就是蟑螂，啊，如果有蟑螂的节目，千万不要找我，一定翻脸，不可能的。如果蟑螂可以得奖呢？那我情愿不要。哦，我吃蟑螂得奖。啊，是哦，啊，就那个节目，我不可以，你可以，我不可以，我不要讲吃，我连碰死掉的话，我吃过碰掉了，我叫邻居来帮我拿来。因为以前我们家里我们很多蟑螂住的港崩，然后我们又妈妈逼我们穿睡衣睡裤嘛，它好不死，它跑进去，等摸你弄哦，等摸它爬哦，然后你来不及拖又紧张，哇拖最后的时候它还在你身上跑，那个你有被蟑螂试过在身上走的感觉吗？没有，很不舒服的，很痛的，它勾住你的肉的，它的刺。我怕了，而且它蟑螂味道是臭。是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也不敢的，我也是不敢，是因为被逼到那边之后，可以吃才知道。那你不吃怎么办？小孩子跟你讲蜘蛛 spider nice， 我又不是，我在想人家讲，哎呦你这样笑小孩，最好笑的是我们亲自去挖那个蜘蛛啊，然后就自己还要炸，这自作孽嘞，自己炸完了之后，然后就吃，什么昆虫我都吃到完了，到最后我就吃到一只蜻蜓，我就问他说 ，So this taste is what？ 他说哦 ，We never eat this。它是飞进去的。好，那是飞进去哦。我不可以，这种节目我就做不到。哦，那个，因为我是真的已经到了现场了，你不吃，难道你叫 cameraman 吃吗？我只做过一次，就是以前拍一个奇趣收，做过吃蛇而已咯，真的是吃到蛇，哇，我很可怕，一次我就怕了。我就不敢再做这个节目了。我说那时候还看过其他主持人也吃过生吞老鼠那个，我不可以。那个我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。OK， 为了这个主持，我真的觉得汉伟是全方位的艺人。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汉伟，其实这么精湛的演技，还有这么俊俏的外表，其实也有海外台湾的这个演艺圈的人来找过你，但是你没有想要去外国发展。为什么呢？2个原因咯，就是饮水思源。因为我觉得我的第一杯 Ice Lemon Tea。公司给我的。第二个是我放不下我家人，对，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在我20多岁，就是好像是阳光列车过后，他们找我过去说要签我放不下，因为我知道这么一过去哦，我就可能在台湾、中国发展，可能就更少回来看我家人，我不要。然后我觉得在新加坡，其实只要认真做、好好做，还是有自己的一片天空啊。是，得了6座视体之后啊。我想要问，就是我们每次上台的那些致谢词啊，哈，还有你的黑玫瑰也真有名。但是你这边要不要讲一下，黑玫瑰不是每次都 ？OK， 我必须要在这个
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知道，黑玫瑰其实没有设计、没有安排的，是在有一年有一个设计师帮我穿造型了一个黑色的 suit， 然后他就觉得衣服很 plain， 就给我带上了一朵花，那个时候好像不是黑玫瑰，好像是黑白的花，给我拿奖，真的这么巧的。连续几次有带黑玫瑰的时候就拿奖，都拿奖，对，都拿奖。然后你们主持人也知道，你们讲哇黑玫瑰奏效了，每次都这样讲到有一年我觉得我不要带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感觉我不是靠我自己努力，是因为那朵黑玫瑰，不如每一年我就把黑玫瑰放这边就好了。我拍戏有演了，或者我的名字直接叫黑玫瑰好了，然后不要叫陈汉伟咯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试试看有一年我不要做这种东西，我觉得结果那一年我也很庆幸的拿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开始能够洗脱这个东西，但是。观众已经进脑了。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澄清以外，还有另外一点就是，很多时候的那个感谢词，你要感谢很多人，但是最终是一路走来，影帝的辛酸跟影帝的感谢，真正要感谢的人，你觉得会是谁？30多年了，我最想谢谢的一个人是我自己。我谢谢我不是说谢谢我有多委屈啊，有多伟大，不是，要谢谢你这几年来辛苦了，你还有很长的路还要走，接下来还是面对一些可能起起落落的事情，所以你要谢谢自己怎么样挨过这30多年不容易耶。一凤，好像以前我养一只狗，跟了我一段时间，我去拍早班，一场很开心的一场戏，然后是要对着100多个人哇在台上讲很开心，从7点讲到傍晚7点，开工8点多的时候，朋友打来跟我讲狗死了。被车撞死，因为他拉那个狗去玩的时候放那个绿，当场被车撞死。我的心情是复杂到不能再复杂了，但是我坚持。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是那狗的骨灰。哇！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我不会哭了，我只是忙着拍他东西、安葬他东西、收拾他东西。等到全部东西扔干净以后，坐在家里的时候才开始哭，是因为没有他的声音。我相信10个演员都会明白这个心情，就是伤心的时候演开心的戏，对一个演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折磨，很大的折磨，平常人不会感受到，我经历很多次。然后因为我的人很敏感，我周围的人哪里有谁不高兴的事情，比如说我现在我跟你讲很开心的，比如说一个很好的同事的跟我讲说他家人走了，或者是狗什么事，我就掉进去了。我在跟你做的时候，我的心。一半是在你这边，一半在那边。你可以不要这样干就 Spider 吗？好像那天我们一个骚 man， COVID 回来的时候瘦了10多公斤呢。我看到我吓到。就减肥啊？不是，我说你怎么了？他说最近很难呼吸，胃很怪啊。什么？我就问他你粪便有没有黑色的？开始跟我讲有。我说你去检查吧。去 check 了，然后照了，没有不好的东西，只有细菌。然后细菌会让你瘦10多公斤，但是你不去治这个细菌的话，就会。不好的就会造成不好的，然后就我帮到他嘞，医生也跟我讲他没事，吃药就好。然后那天我打去给他也好了。你怎么给不到那边去？不是，因为我不希望他有事啊，因为人好好的一个人跟我合作愉快，我也不希望他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但是我支持关心同事，我是他特别冷感的一个人，我关心的事情都会讲。可是你范围太大的话，会影响你的生活。是，也应招就这样，所以他出，如果他出，万一报告出来不好，我就会被影响。对，我明白吗？我也不是没良心，可是我怕我touch太多的时候，我怕影响到我，我不敢散发，因为我前一阵子有失去过朋友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开始接受生老病死了，所以我怕 affect 我太多啊，我只能 keep to my very 小小的圈子。可能我个性，我认识小时候会影响到你长大，因为小时候很多东西拿不到、得不到嘛，你有时候你特别珍惜的，哪怕只是一个玩具，同样的，因为小时候因为你家庭不少，朋友也少。但你来到社会以后，我交到一些朋友，所以我特别珍惜。我只要交到一些朋友认真的、用心的，我说我是现在的这些好朋友，都是20多年、30年没有变过的。我听说你小时候因为也是没有玩具，还因为去哪里偷了一个玩具，姐姐。对，哎呦，这个现在讲给还是在新加坡偷哎。OK， 因为以前我家里我没有玩具的，我的玩具都是我的邻居、我的亲戚给我的。一个玩具的一个头，他的一个手，没有一个完成的玩具的，所以我的玩具都是自己亲手做的。就有一次哦，就去以前的 Emporium， 你懂吗？就偷了一盒玩具，火车的，因为我很想要火车。我每次看到人家玩放那个火车路，然后自己嘟推很好玩嘛。每次看电视就很想，那时候最多小学，然后哇很高兴的，突然间
从里面有人冲出来跑出来叫住我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是什么叫唰塞啊？真的那个尿这个脚抖到哈，一直抖到他们抓我去到一个很冰冷的一个 office 里面，问我为什么偷，我就没办法跟我姐讲，我直接问就挖了钱还给他们，我就拿了这盒东西，那个盒东西。我天啊，好难过啊！没有骗你，因为我没有玩过，我就很想要这个，然后结果拿回去那盒东西啊，我动都不敢动，我玩都不敢玩了，我放在那边好几个月，最后我丢掉，我不敢玩，不敢。然后最好笑就是我参加才华签约吗？签约之前他们要签一个东西是有没有案底的吗？我连被怕的要死，我这么怕他们抓到，那个时候去 check 到 Embroidery， 我有案底在那边偷东，我没有骗你，真的一封。我怕的要命呢，因为可能他们check，原来你有偷过这个一台火车，他们不要跟你签约这样，我真的怕。后来想想应该没有事的，也拿了这么多薪水要还那火车就还给他们哦。然后我亲戚他们家竟然不知道他们有以前那个积木的嘛，我没有的，每次看他们玩了，我有报复心态嘞。我等到我赚钱的时候，我买很多嘞，我做，拼命做一大堆嘞，摆在我家里一大堆嘞。结果有一次搬家的时候，全部送给那个帮我搬家的马来同胞。所以到现在你在那边学钢琴也是一种报复吗？我常常说你是钢琴在做复健。不是，你读来说我弹钢琴好像在复健噔。OK， 我小时候的志愿我不是要当演员的，我是要当医生或者是钢琴老师。你就为了要学，为了一个梦，你在家里买了一台钢琴啊，对，然后以复健的状态在出来玩的。是复健。我小时候没有，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奢望要什么东西了，就是真的很简单的，以前就是想要自己拥有一杯 ice lemon tea， 然后可以有一个钢琴，有一个玩具，然后可以能够让我爸爸妈妈们想要买什么吃什么都不用担心about钱，因为我以前为什么我到现在不吃最贵？因为以前最贵，懂什么最贵吗？知道。以前我们那年代最贵5分钱可以买10个，或者1毛钱可以买10个。因为家境不好，就一直吃最贵，最贵，每天最贵到我要吐啊！我到时候现在我是不痛的。你不吃就吓到了是吧？不是，因为那个味道怕了。不，我不是嫌弃食物不可以嫌弃，我绝对不会嫌弃的，是那个味道怕的。我能跟你形容，从小到大都在吃哎。就很像我很怕吃吐司面包，因为我在最惨的那个阶段的时候，我就去偷我室友的面包，然后当我面包要吃进去的时候，我一直哭，我那个眼泪流到那面包都湿了，知道吗？可是我真的很饿，我咬进去之后，那面包是湿的，我到现在还不敢吃吐司面包。啊，对，这种 phobia 啦，那个 phobia， 我怕，我很怕，我到现在打死都不要吃面包。不是我不喜欢，是那个东西吓到我很怕吃吐司面包。讲到面包，我想到一个东西也是题外话的嘞。以前我读小学的时候就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女老师走，哎，突然间从她的裙那边里面掉了一个白色的面包跑出来，这样掉在地上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什么的，我没有管她。然后呢，走，有一天有一个女老师也是一样子，然后走，不一包东西掉在那边，我就是很好奇，为什么女孩子的裙里面会有东西掉出来的？然后结果我就有一次我忍不住，我去掀开一个女孩子同学的裙呢，哇，被她一巴掌扒过来了。然后就我跟我妈讲，才知道，因为那个是卫生棉。你就去掀开？我是掀开，为什么有东西掉出来？因为我那个时候很喜欢看小叮当，小叮当每次有东西拿出来，我就以为里面是有东西。小学不懂事嘛，我被她扒了，回去跟我妈讲，我妈给我讲。我说一个是题外话了。哦，这个好笑，这个不会在这种节目中听到的一个生活小片段。还有最重要就是陈汉伟是我们圈内最有名的 Dr. 丹 ，OK， 他可以小到关心到你的子宫，然后再大到关心到外太空。他也治过我百病哎。有一次我跟他讲说，我晚上睡觉会咳嗽，然后会咳醒，因为我就难睡的人嘛，什么，他马上跟我讲，这个是胃酸。我告诉你，我明天帮你打电话去哪里，你直接去跟他讲，你说我的名字，你就直接去，我去看。真的是胃酸在倒流嘞！我不能讲我是真的医生了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读，我每天到现在每天晚上都读医学东西，一点点的，每天都在进行。不要说你读，你有空没空，你要找陈汉伟都可以在医院看你在那边。呀，我会自己拿自己去做试验，这样而且怎么单这个 COVID 2个多月我去做全身检查，什么都做 ，scope 啊，什么验血啊。人家是久病成医。你是自己怕到变成医生？很多人可能一直觉得我怕这个东西。OK，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我还有父母亲要养啊。
我是心态是这样子，我一定要照顾好我身体，我一定要强壮，哪怕他缺到有什么东西，一点什么对，我马上医掉他，我还有很长的路可以照顾我家人，我不可以有事情，这个是我心第一个最主要的东西。OK， 还有更好笑的是，我去看医生的时候，我病人是医生了，我今天跟他讲，我讲什么症状，说应该是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应该给这个药了。那个医生讲，哦，你都讲完了嘞，我就是要给你这个药，因为我还要给他100多块钱看医生，等我自己看自己的，我没有骗你的。然后有一些医生还跟我讲，你不要再来了，你没有事的。以前我肚子一直不舒服，那个 doctor 一看到，Why you come here again？ 咦，没代志噶啊？怎么？什么代志？他就要骂我，不，他是出自好心的骂我。他知道我是心理上担心，他就这样笑我。等我看完以后讲，哎呀，是不是没有事情来这么浪费钱？而且听说你妈妈因为前一阵子有点肠胃有问题，你摸一摸之后你就摸到，跟她讲 OK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妈妈常常都有肠胃问题，她本身胃比较敏感。然后有一天晚上，她说我讲这边痛，我说这边痛，这里不像是胃的，我就跟她这样按，你要大力按哦，你要放的，就给她弹哦，痛得要命的时候肯定是胆生湿。我说你应该是胆有问题，什么东西？然后我就真的隔天约了朋友们去看那医生，我就跟医生讲，然后我讲应该是，然后doctor看完，哎呀，你讲的对，胆生湿，然后就下午就安排我妈妈去动手术，拿掉就没事了。听说因为 COVID 时间，你已经很久没有看妈妈，是最长的一段时间没看妈妈。我好像做100万的生意这样都没有办法回去。的确，因为我时间几乎每天都有一点东西做，这一次是我最有空的时候，又不能够回去。对。所以我每天都至少打1通到2通，每一天。男孩子很难，我跟你讲，我要跟我女儿讲，听一下我访问过的彭嫂，我跟你讲，在社会上，但凡有出息或者是艺人能红的，他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底因，孝顺。其实很多人，我跟你讲，不是不孝顺，可能他们表达能力没有像我们这样，他们心里有个关心，但是他们可能不会像我们这样每天打，有什么事情他们其实也跟我们一样担心的，一样道理的，只是方式不一样，不敢表达。就好像我到现在我也很难开口跟我爸爸妈妈讲我爱你。但是我知道我心里是很爱他们的，好像我妈妈这样，我只要回去，还是她回来在新加坡，燕窝一定有的，煮到浓浓的，没有水的嘞，是浓浓的，真的嘞。然后我爸爸不是讲你的不浓，这样敏感的，有到一个年纪然后我爸爸到现在还是帮我，每次我回到新山，一到家就帮我洗车，80多岁了，我不让他洗的，但是每次看他洗哦，他洗不干净的，但是我让他做。因为这个是他一个对我爱的一个表现，然后我觉得对太好了，很好，这种小小动作哦，但是我是当然给他做一个运动哦，他行动也不方便，然后我爸爸帮你做这些事情，表示他们对你疼爱。对，然后我爸爸我好像我回去新山哦，我每次选择半夜回，因为怕塞车嘛，我可以1、2点、2、3点半夜的回，他还在客厅坐住等我回来，他一直还是等的，他就是要make sure我回到家了，哦回来了，帮我开门，帮我锁门，然后才回他房间睡觉。然后我以为我妈妈睡了，其实我妈妈在楼上也是一样，听到声音她才睡的，我都知道。所以自从你懂事到现在，你有没有发过爸妈脾气？可能他们不听话，还是来买好东西给他们吃，帮我省钱的时候，我就会讲，就好，比如说我妈妈有点不舒服，哎呀不用了，不用看医生了，我就有点不高兴。我说你现在不照顾的话，他出有什么最严重的时候，你可能花我更多钱，够麻烦。我是故意这样讲的。其实我是希望他没事，因为他们也是为了省钱，可能万一他出了更严重的时候啊，更严重的时候，到时辛苦的是他。是。真长，我们来问一下网友发问问题，不要太尖锐的，因为我们的营地啦，我只能挑好一点的。就是，请问你保持健康的秘密？常去医院。尽量保持心情愉快哦。我觉得心情愉快哦，自然而然身体就会比较健康一点。OK， 还有一个网友问，你下一部戏的角色会是什么样的？已经在筹备了吧？我下一部戏就长寿剧了，就是跟碧人还有陈丽萍演，还有 Carrie 演。地方嘞。他们2个碰到我会变娃娃，2个 QQ 的娃娃。然后这个戏里面终于不用演一个很安哥的安哥了，像那种一个新的东西，然后也比较不一样，然后很迷信的。看那种印堂发黑，然后整天手戴很多东西，看人家手掌，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啦。我跟你讲，他眼睛很锐利的。他刚刚跟我讲话的时候，他眼睛都开始一有空的时候，他就去瞄我戴什么手表，戴什么。没有了，我不是，你就是看一下戒指。我看到你的猪，然后戒指，他的眼睛我现在为什么一直看你？因为你下巴有一粒东西，痒吗？突然间的，刚才拍的都没有了嘞。我一直是啊，说啊，动到啊，没有，有点被咬到。为什么啊？你看他眼睛锐不锐利？
你的每个眼神一飘一飘一飘，我就知道你在观察其因为他东西。我只是你在讲话，我就是看你嘴巴下巴为什么红红的 close up 就看到了，没有事情啦，没有这单了来了。OK， 再来一个，你在家里会做运动吗？我会走，我喜欢走路。你家很大啊。没有，我走去楼下，我可以从我家走去很远的 food court hawker center，我不驾车。OK， 那现在我要问一下，就是接下来你的演艺事业的目标，你有什么样的打算跟计划吗？我希望看到新人辈出了。那对你的演艺事业呢，可以再希望拿一个10满贯还是？没有啦，这个讲真的，这些奖项的话，以后我们老了也带不走的。每次好像回到家，经过看到奖项的时候，我只会想到那部戏的所有的点点滴滴的回忆咯，就会去想一些东西可笑。等下我就去看 Me Watch 看回那个戏，我会这样来。我现在也要谢谢老友出走记，让我去台中的时候看到一张卡哦。人生其实就是白忙一场，这句话让我一直在脑海里面。所以有时我会坚持做一些东西，我尽力做好的时候哦，就够了。我不会再奢望太多东西，因为你忙到多辛苦，挣到多，最后就是白忙一场，最后什么带不走。然后嘉怡也常常跟我讲一样东西，尽量活在当下。也许我到现在还在学，我觉得太难了，活在当下太难了。我们去台湾的时候呢，那个景是美到不能再美了，我就拼命拍照，哇，拍照，回酒店看。但我人在那边呢，我没有好好在当下。嘉怡讲，你没有活在当下去。你这个现在你线上你不看，你就拍照，回去酒店看的，在车上看的。这句话点醒我了。刚刚看到汉伟的那个眼神啊，的锐利的程度啊，你是我所看到新加坡的。我自己认为，可能你们觉得夸张，我自己认为你是我们新加坡的梁朝伟跟周润发。还好啦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，真的还有很多。所以我就跟你讲说，我们继续的再战下去吧，6座不够，6座不够，我们要史无前例，乘风破浪，让晚辈看一下。然后我们前面不是挡在前面不走，而是要带着他们往前继续走。他们要记住一样东西啊，态度要好了，这个是我真的奉劝所有的新人，态度要好。而且现在的年轻人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红很快，但是一下也可以不红。真的，演技可以靠日后的年龄岁月的磨练，人品是最后奠定你在这个行业的长久之路。agree， 对吗？记得。好，我们在这边谢谢汉伟接受我们的访问，谢谢他来。拍完了。拍完了。我还有东西耶。什么？我有做了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东西送给你。手工啊？啊。我的妈呀，他这么细心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没事。这个东西是我知道 confirm 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自己做，你不要有太大的 expectation 啊。这个东西真的是全世界一个而已啦，因为是我自己做的，是我送给你的一个字缝，这个叫 curling art， 就是那个你用纸卷的是吗？卷的慢慢一片一片粘上去，这个缝啊，感觉上就是像一个很强的一个缝哦，但可能你只觉得只有缝，其实不是咯，这个是一个一，就是你的女儿Alin哦。啊。所以她在你里面，然后中间有一颗心，所以她是一个很纯洁的，所以一个妈妈很保护着她这样，所以我希望你会喜欢。啊。你只要碰到我女儿，我就会受不了。哎，你那在妈妈的凤凰的怀抱里，送给你，帮你小心不要打破就可以了。谢谢。哎呀，你不要哭，你把它裱起来了，很用心嘞，很用心。我第一次有艺人用亲手做的手工艺品，是我收过最珍贵的礼物。我喜欢这种东西。哦。希望你喜欢，我很喜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等下我再给你拍这张照片，等下把我们现在先拍一张照片啊，有吗？可以看到刚才我收场的时候有点尴尬，因为汉伟呢是我们全听你说的忠实观众，他应该都知道呢，我们每次都会送一份礼物给他，所以我刚刚迟不送，其实我今天要整他，他的礼物在外面。我
我故意整你的，把送你的礼物放在这里。为什么是我榴莲？你是我们永远的师弟，水果之王榴莲。谢谢，我喜欢吃榴莲，thank you。因为我们在想说你是我们的忠实影迷，所以啊，你一定会在等着我送礼物。我就故意想，我说这次我就要玩汉伟，玩大一点，我要把他的礼物放在下面。我没有说真的在等啊，不过我的确有在想，为什么我没有礼物？